空气里灰尘模糊了视线，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耶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绑了线，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。给我点空间可以宣泄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喧嚣踏阶，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。空气里灰尘你冲破不了视线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未来大嫂呢，在鼓舞大家的士气，你也一起来啊！哎，来这一遍，这一遍。好，来准备，1、2、3，快乐鱼要努力，不气馁，不要再气，赚大钱，大家发，发发发，发发发，发发发。幼稚啊！喊几句口号就能够赚到钱啊？你们太天真了吧！大姐，这不是天真，这叫激励士气。有了士气，打仗才不会有气无力。大家努力卖力为快乐鱼打气，那么一定就会有好成绩。拜托大姐，不要再对我们打击，打击，打击，走开了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开大姐的玩笑了。大姐啊，美丽来上班了。大姐，未来大嫂，你叫错了，你是老大的老婆，论辈分来讲的话，你比她高，所以她应该叫你一声大嫂。你呢，不要叫她大姐，你可以叫她大妹子或者佳喜。没关系啦。不行，我们华人是很注重辈分的，所谓名不正就言不顺。大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那我是不是也要改口叫你大嫂啊？不用啦，你们这个样子我会不习惯的。好了好了，以前美丽呢是在阿春柔第一打工的，那个时候她已经很受顾客欢迎了。后来她到餐馆去，不到2个月啊，老板就升她当经理。可见美丽呢有她的经验和心得。那我们现在就请美丽说几句话吧。不用啦，不用客气啦。你们这个样子我会不好意思的，好像我是什么专家一样。啊，其实我没有什么心得的。不过经验倒是有一些啦。我觉得做饮食业的最重要是食物，然后就是服务，再来就是价钱。如果这3方面可以让顾客称心满意的话呢，不管你的店是开在垃圾站的旁边啊，还是偏僻的小巷，都一样会高朋满座的嘞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谢谢。闹够了吗？闹够的话可以去开工了。都没有什么工作好做啊？怎么会没有什么工作好做的啊？快乐鱼最近都没有生意，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，现在等着开门，等着顾客上门。那大家也不能闲着的，大姨啊，你就跟家福啊、美丽坐在这里，好好的 brainstorming 一番。那是什么东西？brainstorming 呢就是脑力激荡，群策群力。那大家通过激烈的讨论呢来解决问题的。哇，威廉，看来你是真的读过函授课程哦，厉害哦。现在的管理学呢，都经常鼓励员工啊，时不时的 brainstorming 了。那主要呢是要让员工有参与感跟归属感嘛。雅喜，你不愧是此中高手，在你英明领导之下，我们一定能够走出黑暗的幽谷，看见光明的彼岸。你少来啦，多多贡献啊！学长雅喜，不要没大没小，叫我2嫂。雅喜啊，那我呢？我不需要 brainstorming 吗？
哎呀，你的 brain 这么 square， 怎么 storm 得出东西？废话少说啦。哦， William 啊，我对厨房的事真的是一窍不通的，我还要拜托你从洗盘子开始教我。洗盘子不用了，雅喜，你是金枝玉叶，这种事情不是你做的。对呀，你是老板娘，怎么能洗盘子呢？我不只要洗盘子，我还要洗厕所、抹地板的，这样我对这间店才会投入啊。而且啊，接下来我还要炸薯条、做 salad 的。这种事情让威廉做好了，你只要发号施令。大姐啊，如果我什么都不会，我怎么发号施令啊？啊，你要学，你去学好了。这样子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呢，我可以请我所有舞台剧的演员朋友来这里，然后给所有的顾客一个 surprise。你以为你的朋友是范文芳、李明顺啊？谁认识他们？大姐 ，brainstorming 的意思就是你所有稀奇古怪的念头都可以提出来的。那不是很浪费时间？真的什么都可以提哦。大姨啊，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啊？我上次有提过装卡拉 OK， 可是他们都虚我，我还是觉得装卡拉 OK 很好。哎，不错啊，那我们可以有一个 Happy Hour， 3点到6点，让顾客一面吃快乐鱼一面唱歌咯。对呀对呀，那要不要叫2个波霸来跳钢管舞啊？哎 ，good idea！ 乌来大嫂，大姐这个主意很硬哦。阴，神经病。对不起，我们的店还没开啊。是你？还认得我吧？我是汤家明啊。当然啦，你那么突出，我怎么会忘记呢？没办法，样子长得平凡，只好靠这一排牙齿来突出了。Philip， 你怎么会来的？我听说你今天第一天上任，刚好我要请吃饭，所以呢，我打算在这里请，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你啊。那谢谢你了。你有几位客人啊50个。 ？50个。对呀，我公司每一季业绩如果出来表现好的话，都会请公司的员工吃饭的。那这一次表现还算不错，所以照例也要请他们吃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等我一下。大姐，50个客人我们应付得来吗？你知道最近我买的鱼不多，菜也不够，最近一天下来就有20个人，我进的货不多啊。没问题，老板啊，没问题的，我们一定会准备好等他们来的。还有，为了答谢你支持快乐鱼呢，我们会给你28%的折扣，雅喜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真的，那就太谢谢你们了。不过你们知道我们是搞食品业的，我们的员工的嘴巴都很挑剔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做出最好吃的炸鱼。那太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哎，Philip，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。嘉喜啊，有没有办法再找多一点鱼啊？我正想说啊，这个时候鱼行已经关了，巴沙里也不一定有我们要的鱼，超级市场更不用说，都是冰冻的。没关系，我打电话问我餐馆以前的老板。其实你们根本不应该说接就接的啊！哎呀，如果做不出来的话，不是给人家笑吗？应该叫他明天才来，这样就不会搞得我们自己也麻烦吗？哎，大姐，有生意上门你还不接啊？你不要忘了，踏出门口之后，对面还有一间正宗快乐鱼哎。有生意谁不要？但是也要自己做得来呀。大姐啊，困难一定有的，但是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这句话可圈可点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哎，没问题了。哎，我老板说他现在有鱼可以让给我们，我现在过去拿。我带你去吧。好啊。哦，William啊。好。你去看看材料的材料够不够，准备一下。哦。哎，家父啊，你也检查一下，有什么东西需要买的，打个电话给我。好。哎，有，帮我买几罐啤酒，还有几包。OK， 耶。看到没有？自从未来大嫂啊跟二嫂来了快乐鱼之后，整个好像充满活力一样哎，感觉就好像回到以前。是啊，我也是那么觉得。你不要整天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不顺眼，在你眼里啊，没有一个比你厉害。对我们是这样，对大哥、学子、家父他们都是这样。即使是雅喜，人家怎么说也是一个副总裁，可是，在你眼里也不如你。你有没有仔细的想一想，真正不行的那个是你呀？
嘉喜啊，嘉喜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头痛啊？没事啊。你要头痛的话哦，我有头痛药了。都说不用了。塞乐薯条够不够？你 check 了没有啊？还没有 check。还没有再去 check 了。哦，你真的不要紧哦。没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雅喜回来，告诉他我出去一下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去看温温。他今天是会考第一天，第一场考作文，第二场考英文。早上没吃什么，我想买点东西给他吃。反正这里我看也不需要我了。你跟他订200个，好。不过这个月底叫他先拿100个过来。12月快到了，农历新年还有圣诞节可是旺季，啊，我估计啊，这个做蛋糕机一定很畅销的。我以前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不就是这个样子吗？说起话来，声音洪亮，充满自信。可是后来，却越来越窝囊了。生意不是这样做的，客户这样支持我们，现在又像以前一样了。我已经告诉所有的 promoter， 一定要他们尝试记住所有客户的名字，好像他们住哪里呀，哎，他们的生日啊。看来他真的是扬眉吐气了。可是我呢？嘉熙，你来看温温吗？他已经回去考场了。啊？算了，我只是想拿点东西给他吃。哦，你放心，我磨了新鲜豆浆给他喝，他喝了一大壶。哈？那等一下尿急要小便怎么办？哦，刚才我叫他先上厕所，然后再回去考场。你有没有脑的？哪有喝下的水那么快变成尿？我真的给你气死啊！嘉熙啊，有时候我觉得你这个人想东西想得太多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这个世界充满变数，我们随时都要面对意想不到的状况，学习怎样面对忽然间的变化，这也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啊。我都不懂在放什么屁。哦，没关系，嘉熙啊，我看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不要，我在这里等。快乐鱼放得下吗？我早就安排好了。本来我是约好温温一起吃午餐的。对哦，今天是星期二，你们的妇女日。我走好了。哎，嘉熙，哎，嘉熙，嘉熙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问你有没有空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饭？不要。哦，好，我看你还是留下来等温温吧，我先走，等温温会考完了之后我再约他。我走了。你怎么走的嘛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有没有撞伤你啊？啊，没事。真是对不起啊。哇哦，这才叫做成功的男人。林学志算什么？顶多是个卖蒸锅的。哇 ，very good！ 哎，你来，赶快过来，你。什么事啊？哎，吹吹看，我煮的不错，味道蛮好的，来吹吹看，吹。试试看啊。good， 又浓又香的，不过麻油放太多了。
我下足了料啊！啊，你不怕亏本啊？哎呀，我们一定要打响名堂的，那大家才会一个介绍一个嘛。如果开始就偷工减料，以后谁敢来找我们啊？对不对？这个叫做投资 investment， 你放心，一定会连本带利赚回来的。哎，还有还有这个猪脚醋，你揣揣看，哎，也是顶呱呱的。啊，试试看，试试看啊。爹呀，原来你深藏不露的，连猪脚醋都煮得那么好啊！这猪脚醋不是我煮的。要煮猪脚醋要花好多天的功夫，哪有现煮现用的？这锅猪脚醋是我买现成的，哎，我花了几十块哦。哎，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我们可以拿它来做底，天天加猪脚加醋去煮，就可以源源不绝的供应了，根本都不需要找任何人帮忙啊！哼，那个大姐想逼死我们，可没那么容易。Very smart。喂，安哥大了，怎么样了？这么快啊？好，哎，你等等啊！等下，安跟丹说找了3个老人帮我们卖纸巾，他问几时可以开工啊？哎呀，当然是越快越好了，反正你去买一大袋纸巾就可以开工了吗？哎，对了，现在是午餐时间，你问他们现在开工行不行 ？OK。喂，安跟丹啊，你们今天开工可以吗？那好啊，等一下12点在 Block 511的小贩中心见啊，就这样。拜拜，爹，我先休息啊。哎，对，爹，你要小心一点呐。有些老人很狡猾的，你要看好他们啊。你给他们多少纸巾，拿回多少钱，你都要算得清清楚楚啊。Yes, ma'am， 我办事，你放心。猪脚醋，小心一点啦。OK。钱，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？那就是钱啊！有钱就威风，没钱就落红。有钱走路就有风，没钱好像一条虫。有钱人家叫你阿公，没钱打到你变顶洞哟。钱哦！一天到晚东奔西跑，忙忙碌碌为的就是钱，夫妻也为钱，孩子也为钱，有钱有我是 CEO， 你们全部都要听我的，听我的就能赚大钱。兄弟也为钱，姐妹也为钱，有钱兄弟讲真情，没钱姐妹就翻脸无情。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钱。威廉啊，过来帮我试试看味道怎么样？不用了，你是老板娘，炸出来的薯条一定是没话说的。威廉。哦。难怪老大没事帮你马屁精啊，那马屁真有一套。不是吗？你看雅喜炸出来的薯条颜色那么好看，一定是没话说的吗？讲真话。哦。不错，不过呢，要炸久一点才会比较脆。知道了，谢谢啊。喂，你们来尝尝看，我炸的鱼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和妈以前炸的有点不大一样。已经不错了。老实说啊，你炸的鱼啊，比大姐炸的还要好吃。真的？不会吧？威廉啊，你也来尝尝看吧。来，怎么样？说不出话来了吧？味道是不错，不过就如雅喜所说的，跟以前老板娘所炸的有点不一样。哎呀，那当然啦，罗太有这么多年的经验，如果我第一次炸就炸到一模一样，那就很神奇了嘞。不过这也不能成为借口啦，我们要尽快想办法炸出原汁原味的快乐鱼。腌料的秘方没变啊，鱼还是一样的鱼啊，腌的时间也是一样啊。对了，是炸鱼时的火候控制啊。对呀，以前我在餐厅打工的时候呢，看到那些大厨煮菜都很注重火候的控制的。同样的材料炒一盘面，大师傅炒出来的就特别好吃了。对。这还用说吗？要不然啊，他怎么做大厨啊？就好像我在沙巴的餐厅啊，一向我也是当主厨哦，所以那些顾客是天天排长龙啊。虽然是等以后我把功夫传给了我的儿子，可是那些老顾客来呀，还是指明要我亲自下厨哎。你看，
大姨又在吸烟了。嘉喜啊，我早都跟他说了，鱼让我来炸。以前你妈妈炸鱼还不是我教她，她就是不肯。大姨呀，大妈的炸鱼好像是跟阿公学的哦。对啊，老板娘在世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提起过你啊。哎呦，那么多年啊，她大概忘记了。美丽，走开，炸鱼的功夫就让我来做吧。放下，不用，你去旁边休息。家福，既然大姨的功夫这么好，你就让她试试看，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。对呀，这也是办法。不行啊！对啊，你们都不晓得大姨上次炸出来鱼有多恐怖啊！吃饭，我保证你们一直会忍不住大叫起来。怎么样？没有骗你们吧？是不是好吃到要大叫起来了？是吗？没有理由哦，香蕉切炸了怎么没有融掉？这鱼根本就还没有熟。上次我们真的是吃到呱呱叫啊！哎呀，那个只是一个意外，不小心把那个香蕉全打翻了，掉进面糊里。哎，不要一次意外就判我是死刑吧？这一次啊，一定不会的。让我来看。大姨啊，怎么说你都是我们的贵宾啊，哪有你动手的道理啊？哈？对呀，这里让我来就行了。哎，你们不要跟我客气啊，我是不建议的哈。是我们不好意思啊。对啊。这样啊，好吧，让你们这些年轻人呐磨练磨练，我就去。哦，快，去，凑多点啊！哎，来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下次啊，不止不让他炸鱼啊，什么炸薯条啊、做沙拉、煮汤啊，都不要给他做啊。对呀，有一次啊，他一面煮汤一面抽烟，结果抽不小心那个烟灰咚掉进汤里面，你知道他说什么？哎呀，没关系啦，就当成胡椒粉啦，啪这样。啊，那以后我们要禁止他进厨房才行嘞。哎呀，不要再讨论大姨的事了，就快11点了，大姐又不在，我们要快点想办法，让我们的炸鱼更加美味，更加像真正的快乐鱼呀。对咯，刚才那个汤先生说啊，等下来的都是嘴巴很刁的顾客啊，所以我们更要精益求精。火候这回事是要靠经验的，你们急也急不来啊。总有点窍门的吧？那这里谁的经验最老的？好的。Kitty 啊，投资是嘛，从长计议啊。不是不信任你，而是牵涉的钱太多了。哎，对，你明天回香港是吧？那我今晚请你吃饭啊，我带你吃那个江义很有名的拿西罗嘛，好不好？喂 ，Kitty， 嘿，怎么挂断？老爸，什么事？你的2个媳妇啊，要请教你有关于火候的控制啊。火候？爸，炸鱼的时候是不是很讲究火候的控制啊？哦，那当然啦，这个炸鱼要炸得好，看起来是很简单的，但是要炸到这个鱼外脆内软，而且又不让它的鱼的甜汁流失的话，这个就很讲功夫的。而其中最重要的功夫呢，就是这个火候的控制。啊，太好了，金叔，你现在就教我好不好啊？教你？是啊，爸，待会12点有很多客人来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这个我也不懂啊，而且你都知道，一向来炸鱼是你爸妈负责的。那你刚才又说的头头是道，就说我会说，做就不会了。那你知不知道妈控制火候的秘诀？老爸，你不要告诉我你在厨房待了20多年，这功夫你都没有学到啊！我真的没有学到啊，因为我以为你妈在的时候，她都什么都不让我动，炸鱼也不给我动，所以一天过一天，对不对？老爸，难道你从来都没有想过，如果大妈比你先走的话，那快乐鱼怎么办啊？我没有想过。我真的很想写一个福字送给你哎。没关系啦，爸，我们会研究出来的。
哦，那我先出去了哈。雅西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家父，上次那个录像带呢？什么录像带啊？大姐上美味天王的录像带啊，里头拍摄到嘉倩在炸鱼的时候不断的控制火候的。对啊，可以用来做参考。这也算是大姐上电视出丑唯一的贡献了。快乐鱼现在少了，我一定手忙脚乱的。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怎么能够让你们知道我的重要呢？妈咪，哎，妈咪怎么来啦？本来我想拿点东西给你吃，谁知道我来迟啦。考到怎么样？还好啦。还好，一点信心都没有啊。因为star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除非英格里翻船。看什么？哦，爹地说他有来接我的。他不会来了。啊！怎么了？是不是肚子痛啊？哎呀，你喝太多豆浆了。那个人真是的，真的是没有脑筋的。哎呀，妈咪，你为什么什么都怪爹地的？我不是肚子痛，我是肚子饿。可是你的表情啊，像痛多过像饿啊。才不是呢！我看是你啊，有事没事去找爹地的麻烦。放屁！我干嘛找他麻烦呢？因为你心里还有他嘞。放狗屁呀！我对这个人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了。你不是肚子饿吗？想吃什么？走了。我提出来你就会生气的。我想去 Daddy 的餐馆。哈？你又骂我什么？放屁放狗屁都骂了，是不是要骂我放狗臭屁呀？我才懒得骂你呀！反正今天是你们的什么妇女日啊，你要去到够啊，我没有权干涉。对，到时候你一定生气了吗？生气没？如果不生气的话，就跟我一起去了。我没那么空闲哈。那就表示你心里还放不下 Daddy。放你的狗臭屁呀！对，不是吗？如果真的像你刚才所说的，你呀对 Daddy 一点意思都没有的话，那为什么你会怕去阿妹阿姨跟 Daddy 所开的餐馆啊？我怕，我是懒得看到那对呀奸夫淫妇是不是啊？那就表示你心里还得罪他们哦。为什么会得罪呢？因为你心里还爱着 Daddy。放我的超级臭狗屁是不是啊？妈咪，不管你再骂我，都不能抹杀你妒忌的事实。脱笼了！你以为林学志是 Beckham 吗？我妒忌他。那如果你不妒忌的话，就跟我去。去就去，谁怕谁。Yes。前面转角就是了。你来过没？哦 ，Daddy 带我来过一次。我最喜欢吃阿妹阿姨煮的有机意大利面。什么有鸡有鸭？你好像吃过人家煮的龙肉啊？哈，你很喜欢来啊？妈咪，你好像说你不会吃醋的哈？什么吃醋？我连说话都不可以咩？不是啦。来，快点。呀，会走了，放手了。妈咪，到了，进去吧。妈咪，进来吃子安之，进来。进来啦！这2个沙包你先吃，吃完了之后再给你做，要不然冷了就不好吃了。好，来，这个，下一位。阿瓦拉萨。哦，好的，你先坐下，等一下我拿给你。好。学子，2块沙律好了。哦，马上来。Daddy。佳琪，温温。阿妹阿姨。Hello， 哎，温温啊，你考得怎么样啦？应该还好吧。如果你有问题的话，那就糟糕了。温温。Daddy。不知道我儿子考得怎么样？在我考完之后打电话给我，到现在都没有消息。啊，我儿子也在考编小一。啊，是吗？学子，我看你还是带他们去楼上吧，食物我来准备。好，来，你们跟我来。妈咪来。哎，上来吧。妈咪来。佳琪啊，坐在这里靠近窗口，可以看到风景。来。你不要招呼我们啦，去做你的生意吧。哦。其实我是很少来这里的。平常呢就只有阿妹还有3个伙计他们在这里打理。阿妹她的手艺还不错，
所以午餐的时间会比较忙一点。平时有空的话，我才过来这里帮帮忙。哎，嘉熙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以为有机餐厅是很难做的，不过我现在的生意还不错，这也难怪啦。现在的都市人都是讲究健康的。哎，嘉熙啊，你比较喜欢口味重一点的食物，我给你一碗酸拉面好不好？都说不用了。哎呀 ，Daddy， 你亲自下手，妈咪一定会捧场的，快点去。哦，你等一下。Daddy 小心点呐。哦。妈咪，你看 Daddy 看到你啊，开心到手足无措嘞。开心？我看不是吧？那是什么啊？是面子挂不下。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我还以为啊，他做的风生水起，刚才说自己什么生意不错，可是你看整层楼空荡荡的，哪来生意啊？妈咪，你看清楚，每一张桌子都放成 reserve 啊。喏，我们这张也是吗？你相信啊？这些都是骗人的招数啊！是真的。来，食物来了。试试看我们的点心。这点心很好吃的。还有新鲜果汁。那这些都是用有机萝卜跟苹果榨成的，非常香甜哦。闻闻你的意大利面。好香啊！谢谢你，阿梅阿姨。别客气，慢慢吃吧。阿姨以前阿姨以后叫的那么亲热，以后不会改口叫妈咪更好。笑什么？不会的啦，人家阿梅阿姨就有追求者了。是咩？是啊，我上次才去见到她了，听说她是电视台的编剧嘞。你怎么知道？Daddy 告诉我的，她的名字叫林小强，写过《荷兰村》《我家四个宝》《加蟹大拜窑》，听说很有名气的。那你 Daddy 真的很失败哦，那么久还追不到人家。Daddy 根本都不是在追阿梅阿姨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嘞。如果 Daddy 在追阿梅阿姨啊，你以为我会对她那么好啊？我可是你的忠实支持者嘞。还真甜啊！这有机果汁还蛮特别的。这就像 Daddy 对你的感情一样，不管过了多久，还是一样甜的。妈咪，阿慧也不要喝到那么急吗？我是给你，给你。哦，给我吓到是吗？妈咪，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啊 ？Daddy 还是深爱着你的。你少来这一套啦！明天你要考华文，我教你一句成语“覆水难收”，你懂吗？懂啊，就是说倒出去的水就不会再回来了。对啊，我跟你 Daddy 的感情呢，就是覆水难收了。妈咪，我觉得这比喻不太对。是吗？那应该怎么比喻呢？应该用推陈出新。推陈出新，乱七八糟。把你们以前的不愉快忘记，再重新开始一段感情，那不就是推陈出新吗？你会考的时候啊，敢这样解释的话，看人家敢不敢给你一个大鸡蛋。那就再续前缘。什么再续前缘？我们已经啊缘尽今生了。阿妹啊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面怎么样，会不会太软了？你问我啊？你老婆喜欢吃怎么样的口味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的嘛。哦，她喜欢吃嫩一点的，我看可以了。喂，应该放碗啊，不然怎么放汤呢？对哦。你看你手忙脚乱的，看到他来啊就这么紧张。我没想到他会来。人心是肉做的，你对他这么好，他会知道的。看来你们夫妻破镜重圆的日子是不远了。妈咪，妈咪 ，Daddy， 妈咪要走了。啊？哎，嘉熙啊，怎么那么快就走啊？你的面我都已经煮好了，你吃了再回去吧。不了，我刚才吃豆腐果已经饱了。可是这面是学着亲自为你煮的，你就吃一点吧。不了，我要回去看店了，多少钱呢？哦，不用不用。你们开门做生意的？真的不用啦。那谢你们了。早点回去功课啊，明天要考试的。妈咪，妈咪。哎呀，学子，快点去追他啦！嘉琪啊，你回快乐鱼吗？哦，这里午餐时间不容易等得是的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啦，你早点送翁回去吧，他要准备明天考试的。哦。罗嘉喜啊，罗嘉喜，你看人家搞得有声有色，
你呢？把快乐鱼啊做得半死不活的，不行，我一定要争一口气。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店里一定很忙的了，一口气来50个客人，不是开玩笑啊。他们一定找我找得很急了。怎么没有人找我？不可能的啊！快乐鱼没有我行咩？小姐，你要不要紧？哦，没什么，不要紧的。啊，哎，哦，小姐，你的脚好像受伤了，要不要送你去看医生？不用了，没什么的。真对不起哦。哎，其实也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自己想东西，想啊想的，想到走到马路都不知道。哦，那你去哪里？我送你一程。啊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不客气，来，小心哦。你孩子也在立康小学读书吗？是啊，他在念小6。哦，那现在是会考时间哎。我女儿啊，虽然是高才班，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她的。所以你去学校支持她？不是，我是拿东西给她吃。你呢？哦，我帮我儿子去学校办退学手续。他怎么不念了？我想他去英国念寄宿学校。寄宿学校？他几岁啊？你放心吗？他读5年级，11岁啦。男孩子应该独立嘛。11岁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啊？有没有人陪他去啊？没有。你太太舍得吗？我太太已经去世了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啊，谢谢你了。你真的可以吗？要不要我扶你进去？不用了，我没事。还没请教你尊姓大名。哦，我姓高，我的卡片。谢谢你，高先生。我叫罗嘉喜，那这就是我的店。哦，这是你的店啊？我好像听说过炸鱼很出名的。是啊，有空来试试看吧。好啊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啊，再见。快乐鱼没有我，看你们会怎么样？搞什么嘛？2点不到就关门了，真的是没有我都不行了。啊，妈咪回来了。妈咪，你怎么在这啊？哎呦，我赶见导面很忙，所以就下来帮忙了。忙什么啊？一个人都没有啊。现在 close 了，没有人。刚才很多顾客，大家忙到还转呢。50个客人而已，就很多咩？他们呢？在里面。哇，他们真厉害哦，把工作留给你，自己躲在里面偷懒。喂，你们干什么啊？全部躲在这，让妈咪一个人在外面。2点钟还没到哎。大姐啊，我们那么早关门，是因为我们的东西全部都卖完了。卖完了？你们不是已经去补货了吗？对呀，可是也卖完了。鱼也没了。汤也没了。哦，薯条跟沙拉也没了。我们不是不要动啊，是大家都累得动不了了。是啊，我来这里这么多天了，今天的客人特别多，我忙到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哦。那么夸张？只不过是50个客人而已嘛。对了，我们在做那50个客人炸鱼的时候，哪知道客人不断的进来啊，不到12点半全满了。然后陆陆续续啊，更多的客人有一度啊还站在店外等位子啊。哦，跟老板娘在世时候一样的。哦，雅喜，你的朋友都来了？不是啊，除了 Philip 那50个客人，其他的都是自己找上门的。
是不是真的啊？不来就不来，一来啊，全都来了。今天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我们的店特别的旺嘞，平时这个时间那些食物还剩下很多的。看起来是很奇怪，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的。那做饮食业的呢，最重要是门面一定要旺。越冷清越多空位的餐厅啊，通常都没有人要去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些人一定会想到那间餐厅啊的东西不好吃，所以就没有人上门哦。相反的，如果人家看到店里的顾客很多，就是要排队等位置，也是肯的。没错，我们呢是先有50个客人做到整间店都满满的，别人经过一看，哇不得了啊，快乐鱼又重振雄风了，所以很多顾客都进来抢位置啊。再加上今天我们的炸鱼呢恢复往日的水准了，顾客是吃到笑眯眯、笑哈哈的，我们呢做到手脚全身都软掉了。是吗？今天鱼谁炸的？炸的那么好咩？是美丽炸的，不过她说她还在摸手做。对啊，我是一面做一面学的。哎，不过还好，家父给我看了一卷录像带，我才学到控制火候的方法。嗯？什么录像带啊？上次你去美味天王录下来的哦。上次我是有点失手，不过鱼真的还炸得不错。不过只是评判有点问题把分数都给了他们。后来我想他们那么阴险，一定是收买了评判，所以我们才会输的。不过我已经写信去电视台 complain 了，要他们把这件事情查清楚，还我一个清白。美丽如果你真的想学的话，我再好好教你，你不用跟着录像带学那么辛苦了。大姐，你表错情了，未来。家福你跟William去买一些仿零食和菜，准备今晚的材料。未来大嫂学的对象不是你，是3姐啊。5块钱是你的，谢谢，是你的，谢谢。拿đi，拿3块钱给你，谢谢你。明天呢，同样时间，同样地点，我去接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个 Robert 呢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他？哎，我看他很快就买完了，不知跑去哪里。这样，没关系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去找他好了。好。那明天见啊。拜拜。那个老 Robert， 不知道是不是想吃掉我的钱？不会吧？他看起来钝钝的，不会那么精吧？Uncle Robert， 喂 ，Robert， 你别跑了！喂 ，sorry，Robert， 老 Robert， 哎呀，你在找什么？有人跟我们去洗车啦！呀，等等，我在追一个老安哥，他竟然拿走我们卖纸巾的钱啊！那么可恶他！就是咯，那么狡猾，那包纸巾如果卖得完的话，就是30块，扣掉给他5块钱，其余的25块就是我们的。25块，又失漏，那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他跑去哪里？就在前面啊！在哪里在哪里？这死老婆跑得这么快！哎，我们分头找。手机联络。OK， 小心啊。我这里没有任何发现。没有雷迪尔，我这里暂时也没什么动静。喂，迪尔，那个老人长得什么样子哈？秃头，耳朵大大的。喂，他是不是吃一个鸡腿啊？对。哎，迪尔，我找到他，你赶快过来。伊利亚还敢吃鸡腿？哼！还不抓到你？马达，我没有偷东西，我只是偷买鸡腿而已。哼！我不是马达，不过我要帮你交给马达。小龙啊！走了，你要赶快过来，赶快！小龙啊，不要！你这个阴险的老罗伯，竟敢拿我的钱偷跑啊！别动啊！你算算看。原来你不是马达，不是马达又怎么样？哈？怎么剩下25块啊？那5块钱拿去，明天不要再来了。喂，还给他的5块钱已经拿去买鸡腿了，这些钱是属于我们的，迪尔。是哦，说的也是。走。那呀，不要许我，你们把我的钱吞掉，你们不得好死啊！你们现在这个你们。
耶耶耶！你总是记得我爱穿球鞋，你总是记得我爱吃泡面，你总是记得约会的地点，你总是记得公车我爱在左边，我总是忘记你不喜欢看恐怖片，我总是忘记你不喜欢咖啡太甜，我总是忘记相约的时间，我总是忘记公车你也爱在左边，亲爱的我真的不是欺骗，爱你的心相信日月可见，虽然我总是不够体贴，可无论快乐悲伤我总是第一时间与你体验，亲爱的请原谅我的随便，总是不经意吻你的耳